之前呢，建叔在 Twitter 发了条推，说要用 Stepen 开始跑步了。那很多小伙伴问 Stepen 是什么，怎么玩？最近呢，小助理也上手体验了一下这个跑步及挖矿的 Stepen 炼油项目。今天呢，就录制一期视频给大家反馈一下我的使用心得。当然，炼油板块属于新兴板块，有机会也有风险。那本期视频呢，仅为个人使用体验和测评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本着不懂不投的原则，小伙伴们要自己做好风险评估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叔的小助理。今天要给大家测评和分享的项目是 Stepen。Stepen 这个项目呢，因为刚上币安的缘故，热度非常高，有非常多的讲解视频。这里呢，小助理会抛开那些能搜到的基础资料，给大家专门讲一讲个人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体验心得，以及一些回本方案的干货。那其他的基础资料信息呢，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整理到视频的简介中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。涉及到的干货内容呢，主要包含4个部分。第一呢是 Stepen 优劣点的分析，第二呢是如何下载注册并且快速拿到邀请码，第三呢是新玩家如何快速上手，包括如何挑性价比高的鞋，如何给鞋子加属性点数，如何让产币的效率变高等等。那最后呢，我会讲到不同方案下的一个回本周期以及隐藏的玩法。干货比较多，所以这个项目会分上下2期来讲。今天这期呢会重点介绍 Stepen 的一个基础玩法和优劣点分析，以及如何下载注册拿到邀请码。如果已经入门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跳过上期看下期，那还没有入门的小伙伴呢，可以跟着小助理一起来学习体验一下，看看 Stepen 这个项目到底怎么玩。那什么是 Stepen 呢？高大上一点的说法呢，它是基于 Sol 链上的一款带有社交和游戏元素，可以 Move to Earn 的 Web3 区块链项目。那用人话翻译一下呢，就是运动及挖矿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运动了，你就可以赚到钱。那比如说，这是我跑了4.3公里的收益，可以看到下方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产出了38.02的 GST 代币，也就是这个 Stepen 项目的一个流通代币。那按照3.2U 的 GST 价格来算呢，那大概25分钟的跑步时间可以产出121.6U 左右，也就折合人民币大概778元。那具体的玩法是怎样的呢？怎么样才能通过跑步去赚取收益呢？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玩法介绍。首先呢，你需要拥有一双鞋子，然后呢，有了鞋子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能量，有了能量之后就可以开始运动。运动过程中呢，会随着能量的消耗获取 GST 代币，最终呢可以将 GST 代币套现赚到钱。那首先第一步，如何拥有一双鞋子呢？其实获得鞋子有4种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直接购买。玩家呢可以在 APP 中直接去购买鞋子。鞋子可以分为4种类型，有 Walker、Jogger、Runner and Trainer， 也就是说，你可以买走路的，也可以买慢跑的，也可以买跑步的，还有全能的。那每一种鞋子都会有对应的一个配速的要求。那所有的鞋子呢，也都是 NFT。你有了鞋子之后呢，才可以获得能量去跑步。那第2种获得鞋子的方式呢，是开鞋盒。那这个鞋盒呢，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盲盒。盲盒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，不同等级的盲盒可以开出不同等级的鞋子。鞋子又根据稀有度的不同，分为5个等级，分别是常见、罕见、稀有、史诗和传奇。那有些手气好的玩家，可能一下子用普通鞋盒就开出了高等级的鞋，那基本上不用跑步就可以赚翻倍了。那第3种获得鞋子的方式呢，是租鞋。租鞋的玩家可以不用花1分钱，然后只要按照规定的速度去完成任务，就可以获得收入。收入呢，按照承租和收租的收入分配分别是3:7，也就是说，玩家可以不用投入任何成本，用跑步的方式就可以换取收益了。但是目前呢 ，APP 当中租鞋的板块还没有开放，预计8月份才可以体验。最后一种获得鞋子的方式呢，是可以用2双鞋去 mint 一双新的鞋子。这种是针对的是老玩家，老玩家可以用2双等级为 LV5 的鞋子，然后呢去消耗一些 GST 代币 mint 出一双新的鞋子。那说到这儿呢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岂不是可以一直 mint？ 那不就是不限量了吗？这里要说一下，这个项目最开始的一个设定呢，是官方会给出1万个创世鞋子的 mint 名额，也就是说0到1万号的鞋子呢是直接 mint 出来的。然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编号几亿的鞋子，其实都是前1万个创世鞋彼此配对出来的子子孙孙，但并不是说可以无限的 mint， 因为每只鞋子只有7次的 mint 次数，而且鞋子呢等级是需要升到 LV5 之后才可以去 mint 的，而且 mint 的次数越多，消耗的 GST 也就越多，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方式去获得鞋子的时候，要考虑到 mint 的成本和收益。那好，我们再说回这个流程图。那通过这4种方式获得鞋子之后呢，你就拥有了对应的能量。能量的话，这里有一个计算公式，1能量等于5分钟，而不同的鞋子呢又对应的不同的能量点数。这里面呢有一个表格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比如说我有一双 common 的鞋子，这种灰色的鞋子呢，固定的能量点数呢就是2，那它可以摸兔2的时间呢就是2乘以5，也就是10分钟。那也就是说，超过10分钟后面的运动时间是不产币的。
那如果大家希望产币的时间更长，就要获得更多的能量点数，那就需要配置更多的鞋。有了能量之后呢，下一步就是运动了。那这里也可以点击 Start， 就可以开始运动。可以看到我在走路的时候，它会实时测算我的速度。那我需要将速度呢控制在这个绿色的扇形之内，越居中呢就越接近最佳配速，产币的效率也越高。那可以看到右上方呢是有一个能量的消耗条的，那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少，能量也慢慢减少。而当能量减少时呢，可以看到下方就会产出 GST 的代币。那一般把能量跑完不产币了，我们就可以停止保存了。这时候就要点击结束，然后长按保存数据。以上呢就是 STEPN 的一个简单的玩法流程。那关于怎么选鞋、属性怎么加、跑步过程需要注意什么，这些细节问题呢，我会在下一集仔细的给大家讲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大致的 Move to Earn 的一个流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STEPN 这个项目的一个优劣点。那先说优点，第一个数据层面可以看到，现在官网的 PV 已经有31.7万了。那从流量上来看呢，它主要的流量来源是日本。那据说日本STEPN 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Nike， 而第二、第三呢是美国和法国。那用户人群呢是偏西部，国内这边呢主要是台湾用户比较多。那从这个用户的分布来看，其实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流量分布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数据，那可以看到现在新用户的一个数量从3月1号开始是有一个直线上升的。那这里查了一下，币安交易所这边3月1号刚好发布了 STEPN 项目治理代币 GMT 上线 Launchpad 的一个公告。那可以看到，因为币安这边给到 GMT 上线的一个公告了，所以为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曝光。那又有币安这样的一个大锁的背书，可以预见的是项目后期的一个传播率可能会更强。那第二个数据呢，就是社区影响力方面。那截止到视频文稿的这个撰写日，可以看到 STEPN 各个平台的关注人数较于其他的 GameFi 项目部来说都属于领先的水平。那 Twitter 已经有10万的关注了。那第三个优势呢，就是它的防作弊机制。那 GameFi 链游目前的一个通病呢，无论是项目方还是用户，都更偏向 Fi 而不是 Game。那当一个产品更侧重投资和投机属性的时候呢，就会势必吸引一批打进撸毛的用户，最终导致项目崩盘，很难活得长久。那 STEPN 的一个防作弊机制其实设计的是非常完善的，它能够检测出很多手机多开或者是室内摇手机这种作弊的情况。那这就让这些撸毛和打金的这个用户提高了门槛。而且呢，通过测算回本周期也显示，一双普通的 Common 的灰鞋回本周期是最快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项目方的设计还是防作弊的机制，其实都是希望用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Game， 也就放在运动上，而不是 Fi。所以锻炼身体顺便赚点钱是这个项目主要的一个引导方向。那基于这个点呢，可以预测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相对长期的项目，而且相比其他的 GameFi 来讲，更容易破圈和传播，也能够更容易的去吸引一些非 Crypto 圈喜欢运动和健身的用户。那说完优点，我们再来说说缺点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新用户的一个入门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。那刚才说了，这个 GameFi 项目其实很容易破圈，因为上手简单。但是呢，产币的前提是需要购买一双运动鞋。那可以看到，目前市场价地板价都已经到9.2艘了，那折合人民币算一下，就大概要5000多。其实对新用户来讲，它的一个入门的成本是比较高的。所以这一块呢，还是希望项目方能够后期赶快把租鞋的功能开开。如果新用户可以不用花5000多的成本去买鞋，而是直接租，那这个功能开放之后，可能会降低一些新用户的一个入门的成本和门槛吧。那第二个，这个在测试的时候我也有发现，产币是需要 GPS 和速度的，但是室内跑步的时候呢， GPS 是相对弱且没有办法测到速度的，也就是说只能让用户在户外运动。但是呢，不少群友反映，天气不好或者疫情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成户外运动的。但是能量如果被清零的话，就浪费了这个赚币的时间，就这个设计是过于死板的。那也是希望呢，后续能够在这个软件中设计一个能量缓冲池，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。分析完了优缺点，我们再来说一说新用户要如何获得邀请码。现在 STEPN 这个 APP 呢，设置的是邀请码模式，也就是说新用户没有办法直接去玩，而是需要先申请到一个邀请码，有了邀请码之后呢，才能够开始上手体验这个项目。那要如何获得邀请码呢？这里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管注册过的朋友要。那注册过的老用户呢，他会根据能量的消耗，定期的浮现出邀请码在个人页面上，那你可以直接管已经注册的朋友要一个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在官方的 Discord 有个 Code 频道去申请，这个频道当中大家可以点击链接，然后就可以申请一些激活码。但是这个激活码每日是有限供应的，那如果没有了的话，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问一下群友。那如果想体验的朋友目前还没有申请到邀请码的话，件数这里是有一些的，大家可以点赞这个视频，并在视频下方留言，那小助理呢会送给大家一些。
那有了邀请码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注册了。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，注册需要在应用管理先搜索 Google 看看有没有3件套。那如果有这个3件套的话，大家挂个梯子其实就可以在商店里搜索到 Stepen 了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大家可能就要在网上先去下载一个3件套安装器，然后再去安装。那苹果用户的话是需要海外 ID 来登录的。那大家如果没有海外 ID 的话，可以自己注册一个，或者是去淘宝买一个，然后呢，再从应用商店来搜索 Stepen 下载因为我的手机是苹果手机，所以这里用苹果手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在 App Store 里搜索 Stepen， 然后下载。打开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提示，我们可以先关掉。然后这里面呢需要输入邮箱，然后大家可以输入任何一个邮箱，国内的 QQ 邮箱或163邮箱或者 Gmail 邮箱都是可以的。需要往邮箱当中发送一串密码，然后我们拿到密码之后呢，需要填在里面。填好之后呢，可以选择 Log In。结束之后呢，就需要输入邀请码才能够进入。进入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指引界面，会告诉你每一步该怎么做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我们需要创建好一个钱包，所以要点击 Wallet， 然后 Create a New Wallet， 然后输入刚才之前设定的密码。创建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12个单词的助记词，那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手抄下来，然后把它好好保存起来。因为 Stepen 就相当于搜链上的一个钱包。插好之后呢，按照刚才的顺序在这里面填入，然后你的钱包就创建好了。那创建好钱包之后呢，整个的注册流程就结束了。那以上呢就是 Stepen 项目测评视频上期的一个全部内容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主要讲了2大部分包括 Stepen 的一个项目的基础介绍、玩法简介，还有优缺点分析。那其次呢，就是如何获取邀请码并注册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会重点演示实操和上手部分，包括新玩家如何入门挑选席子技能属性点数如何分配，以及如何运动才能让挖矿效率变高，还有不同方案的回本周期等等。那以上呢就是本期干货视频的全部内容。除了热点项目测评和调研，我们的频道中还会分享更多的工具干货教程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关注建叔的 Twitter。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或给建叔的 Twitter 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